大家好，这一节我们来简要介绍一下角色篇中需要用到的工具链。首先，我们的引擎版本是虚幻引擎 5.5 或者 5.4， 理论上除了 5.6 以外的版本都可以用。大家如果不是很熟悉，尽量跟我一样选 5.5。5.6 的话，因为是太新了，很多插件不受支持。然后是模型资产的部分，我们需要得到可商用的标准角色素体，以及一系列的发型、服饰等独立的网格体。这里我们使用的是 Veloid Studio， 它是 Steam 上的一款免费软件，然后支持捏脸获得二次元风格的一些角色，当然它生成的是 VRM 的模型。我们来简单看一下，这是它的 Steam 的页面。我们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操作非常的简单，就在这边 Create New 会得到一个标准的一个模型，然后大家可以在这边选择一些捏脸、发型，然后身体比例、服装等等，然后点这边导出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就不导出了。然后由于得到的是 VRM 的格式，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个插件叫 VRM4U， 它是 GitHub 上的一个开源的插件，功能非常简单，就是支持直接在 UE 中导入 VRM 的模型。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个 Blender 手动的去处理这些模型，转换成 FBX 格式，然后再导入。我们看一下，如果你要下载这一款插件的话，这是它的 GitHub 的页面。大家可以搜 VRM4U 就可以找到它，然后在这边点 Release， 在这里选择你的版本，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虚幻引擎 5.5 的对应的一个版本。好，然后这里我们说一点，我们使用到的所有软件或者插件都会告诉大家目的是什么，大家可以自行使用熟悉的工具来代替。并且我们会需要保证工程的清洁，绝大部分的工具只用于获得资产，不会包含到打包版本中。OK， 然后继续，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角色模型是一个整体，身体和服饰等部件合并在一起，比如说我们从商城获得的一些资源啊什么的。因此我们还需要一款建模软件，用它来把服饰这些分成独立的模型。这里我使用的是玛雅，大家任意就行。然后有了模型之后，我们会需要构建一个高性能的动画系统框架，用来驱动它们。这里我们会用到自定义的插件，然后多线程动画蓝图、动画图表链接、动画层接口，这是 UE 的一些新特性。为此我们会需要了解虚幻 C++， 这要求大家有一定的 C++ 基础，然后有一款对 UE 支持比较好的 IDE， 比如说我用的是 Rider， 它的非商用版本是免费的。然后是服装动画的部分，我们的头发或者服装，比如说飘带呀、裙摆啊，会需要用到物理模拟。这里大家可以使用虚幻自带的 Cos Clothes， 但是它的风格是比较偏写实的。我们演示的是二次元风格的一个工程，所以我们使用的是 Kawaii Physics。同样的，这是一款 GitHub 上的开源插件，然后它的特点是二次元风格以及比较轻量化的物理模拟。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GitHub 上的页面，大家搜 Kawaii Physics 就可以得到了。同样的，在 Release 中去找我们想要的一个版本，然后这个它的简介页面大家可以自己去阅读一下。它包含一个工程，大家如果想要就是了解的更深一些，可以把这个工程下下来，然后在里面去调一调它的演示的一些项目。好，然后是我们的捏脸方案中会需要在运行中去调整骨骼，这里我们使用的是 Control Rig， 这个是虚幻自带的一个插件，然后在 5.5 版本中它应该是默认启用的。以上这些就是我们本片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工具，可能看着比较多，有点吓人，不过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看一遍就可以上手的。大家如果不会的，可以提前了解一下，或者到时候跟着我做一遍应该就行了。
当然除了 C++，这个如果一点基础都没有的话，就建议先到哔哩哔哩大学进修一下，不需要学得很深，你只需要配备一个 AI 小助手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大部分的问题。OK， 介绍就到这里了，从下一批开始，我们将正式开始制作，一会儿见。